大家好，今天这一集呢，我介绍一下我常用的各种刀具，包括各种尺寸的大小刀，还有不同用途的刀，以及刨刀、擦菜板、剪刀这些辅助用具。最后还会稍微讲一下刀具的保养和磨刀的注意事项。下面首先来讲一下每天使用频率最高，很多人也许第一把会买的刀就是主厨刀。大家知道这个刀做得好的主要就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所以呢他们是两套不同的体系。像德式的主厨刀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也就是西式的主厨刀，它一般的这个刀刃长在20公分左右，然后这个形状是刀刃成一条这个弧形。日式的主厨刀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也叫三德刀。它其实是把中式的菜刀和西式的主厨刀给结合起来了，所以你看到它这个刀的形状是这样子，有一点像那种缩小的菜刀。刀刃长一般是在18到20公分，然后这两把主厨刀这个对比起来是很明显的。它的首先是刀刃的弧度，三德刀的刀刃它是比较平的，而主厨刀的刀刃是这个弧度是比较大的，这是因为它们使用上那个手法是略有不同的。首先呢，这个西式的主厨刀它在切的时候，它主要的手法是前后这样子。它因为这个刀刃的弧度的原因，它可以这样来回的这样晃动，所以当你要切很细碎的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切葱花或者蒜末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用这个手法来切，就很顺手。然后日式的这种三德刀，它的使用方法呢跟菜刀很像，就是下刀的时候是有上下这种切法，还有这样子，所以它在使用手法上是略有不同的。然后呢，它这两种刀呢，除掉选用的钢材的不同，它在刀身的重量上也是有很大区别的。一般的三德刀会比较轻，然后它的这个地方叫刀背吧，就是刀背它比较的，对比一下，很明显的看到西式主厨刀的刀背很厚，所以呢，也就造成了这个刀刃的夹角不同。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一个很简单的物理原理，就是受力面积越小，它的压强越大。所以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刀刃夹角比较小的刀，它会更锋利一些。但是呢，因为它的钢材比较薄，它的刀背也比较薄，它重量比较轻，所以呢，这个刀的重量其实是很重要的。当你在切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力道不仅仅取决于这个刀刃的锋利度，也取决于刀身本身的重量。这个刀如果重一点的话，你下刀会感觉比较省力，尤其是切比较硬的食材的时候。所以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日式刀和德系的西式刀它的重量还有构造都有不同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人吃的食材一般都是比较软，像鱼生就是很典型的非常软的食材。然后这个西式的刀呢，它是需要做比较多那种比较粗重的活吧，尤其是西式的蔬菜。大家知道，像南瓜、还有胡萝卜、还有卷心菜，这种是非常典型的西式的常见的蔬菜，这些都是比较硬的质地。尤其是切硬质蔬菜的时候，你也要用一把稍微重一点的刀，会更加的省力。尤其是像切质地非常紧密的南瓜之类的蔬菜，如果用这种很轻的三德刀，你切下去的时候，刀刃很有可能会卡在南瓜的中间。我觉得我还是拿一个南瓜来示范一下吧。这里有一个南瓜，首先我们拿这个西式的主厨刀来切它，就在这里下刀，然后切下去，是比较省力的，可以看到。大家可以从我的这个切的感觉可以看出来，并没有费太多的力气。然后再来看这个三德刀，这个很明显，三德刀切到这里的时候呢，它就会有点卡住，然后你就要很用力的往下这样切下去。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切质地比较硬实、比较紧密的蔬菜，还有比较硬的肉，像是牛肉，还有猪肉，这种呢用西式的主厨刀会比较合适。
然后切质地比较软、比较疏松的蔬菜，像是白菜、西葫芦、洋葱之类的，还有比较软质的肉，像是鸡肉、还有鱼肉、海鲜类都可以用这个三德刀会比较合适。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买刀，而且你想要买一把比较万能的刀，就在这2把中选一把就可以了。按照你日常的使用习惯，还有你平时大多数时候会吃什么菜，来决定这2把中挑选哪一把。然后三德刀刀刃的主流的长度就是18公分，就这个长度是正好的，我觉得。然后主厨刀它的长度呢有比较多的选择，从18到23、24公分都有可能。主厨刀我觉得可以稍微选长一点的，选20或者是20公分以上的。除了这2把就是最经典的，基本上一定要备其中至少1把的这个2把主厨刀之外呢，还有一种日式的主厨刀，这种叫牛刀，它跟柳刃有一点像。柳刃呢是专用来切生鱼片的，所以它的刀身会更狭长一些。这个牛刀呢，相当于是把柳刃和西式主厨刀结合在了一起。可以看到，这个三德刀是把菜刀和主厨刀结合到一起，所以它们2个的形状是很不同的。牛刀比较细长，三德刀比较宽。然后再看牛刀和主厨刀的区别。同样2把都是这种细长的刀刃，但是主厨刀的这个刀刃的弧度比较大，而牛刀的这个刀刃是比较平直的。然后牛刀一般也是和三德刀一样，因为它们都是日式的刀嘛，所以它的刀背不会那么厚，然后拿在手上也是很轻的。这个牛刀呢，其实来说它的锋利程度会是这3把刀之中最好的，但是呢，因为它很轻，而且一般它用的钢质也会比较的硬脆，所以呢，牛刀并不是很适合用来做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工作，它很适合用来切软质的肉，鸡肉或者鱼肉，然后很适合用来切一些比较精细的东西，像是切豆腐也可以。反正就是要质地比较软，然后你需要切到很精细，需要它的锋利程度很高的时候，这个牛刀就很合适。但是如果你只想买1把刀的话，我建议还是在这2把中选1把。然后这个刀的选择呢，像这2把大家可以看到，它都是这种一整块钢的，就是从刀刃到这个接口到刀柄，它是有一整块钢，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凸出来的接口，然后后面镶上这个手柄的。你在选择刀的时候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这种一整块钢材的，它会很结实。但是也有这种呢，它这里没有凸出来的这种接口，而是用了一个这种像水牛角一样拼接起来的。其实这样设计呢，也是为了让这个刀比较轻巧。而主厨刀和三德刀不能够选太轻巧的，太轻的刀你拿在手上没有手感的话呢，就会不太容易掌握那个下刀的力度。然后就是大家经常讨论的大马士革钢，就是这种有锻造花纹的。可以看到这个刀身上有这样一层一层的这个锻造的纹路。说到这个钢材，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因为近年来这个新的材质也在不断的涌现，在这个钢材上呢有很多的区别，在视频里头3言2语说不太清楚，我会在博客里头稍微写得更详细一些，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一般说来，这个大马士革钢它会比较贵，看起来也很漂亮，但是它的锋利程度并不是一定会比这种没有花纹的钢要来得更高。具体的一把刀能有多锋利呢？其实取决于它这个刀刃的钢材，而这个大马士革钢它外面的这些花纹并不是刀刃，可以看到这个刀刃的这一层和上面的这一些是不太一样的。在外面锻造这么多层钢，是为了增加它的刀身的韧性，和这个刀刃的硬度和锋利程度并不是完全直接相关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对钢材有所了解呢，需要做很多的功课。当然刚才讲的那几把刀都不是我们中式本土的菜刀，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在国外是买不到特别好的菜刀的，所以呢，我只有这么1把菜刀，就是很普通的超市里面买来的。然后这个菜刀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可以比较一下，这个菜刀的刀背都没有这个西式主厨刀这么厚，不过比三德刀要厚一些。菜刀呢，它也是分好几种的，其实有文刀和武刀，还有文武两用刀。就是有的菜刀是专门用来切肉切菜，有的菜刀呢是专门用来砍骨头，然后还有的菜刀是两者兼并的。两者兼并的菜刀一般就是前后这个刀背的厚度不一样，在前面比较薄，在后面比较厚。所以呢，你可以用前端来切，然后用后端来砍，这样子。因为我这把菜刀它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我一般就是用这把菜刀来砍骨头的。不过我最近有想要买比较好一些的菜刀，因为现在国内对于菜刀的研究也是有一些进步的，所以呢，等我买到了好用的菜刀，到时候也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忘记说了，就是这些，不论是西式刀还是日式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用它们来砍骨头。这些刀都不是设计让你来砍骨头的，最多可以稍微的用西式主厨刀，还有它靠近手柄的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刀背是最厚的，所以这里的刀刃是最强的。你可以用这个部分稍微的切一下鱼骨或者是鸡骨头，但是其他的更大一些的牛骨、猪骨、羊骨，就千万不要用这些刀来切，会极大的损伤你的刀刃。因为这个视频拍的有点太长了，所以今天呢先做一个上片，其他没有介绍到的各种刀具以及刀具的保养和磨刀等注意事项会在下片中继续讲。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